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1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205.02， 收盘价是 214.14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15.88， 最低价是在 204.82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8979.76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27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继续增强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快线继续转折向上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开始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1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呢，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。然后开盘之后，股价即一路向上，突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上方是在20日均线值遇到了压力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相对高的位置。那收盘价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同时呢，这个收盘价也突破了8月13日和8月14日这两根 K 线建立的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，也就是它们的最高是8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09，那么收盘价也突破了这根母线的最高，那也就是确认了这个母子怀抱变盘的 K 线组合，也就是变盘向上。好，那么我们也会关注到不仅收盘价是站上了这两个高点呢，当日的成交量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。那出现这些信息啊，那日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上行的走势，或者说是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警惕，在8月15日。当日这根 K 线最高是在20日均线值是遇到了压力，那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呢，如果股价的收盘价不能够站上20日均线值，那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05，还有一个点位收盘价会收在212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95附近。实际在8月15日收盘价是在214.14。股价呢是出现了继续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继续反弹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，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对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后续会有进一步上涨的走势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8月1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35。那目前在到达235之前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实际上呢，2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附近，是在前一日这根 K 线它的收盘价214到它的最高216，在这个区域内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这个位置，同时呢前高也在这个位置。那么这个位置呢将会成为股价继续上行的一个压力。
也就是说在到达235之前，这是首先到来的一个强压力。那么还有一个位置呢，我们要关注，就是从223到228之间。223到228之间啊，它是8月1日这根红 K 50%的这个位置到它的实体的上沿。那我们认为股价突破了20日均线值之后，接下来的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就是在这个区域。那我们说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的强压力啊，都是认为股价遇到这些压力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而遇压出现回档，或者说是反转向下。所以股价在到达235之前，223到228这个区域我们要特别关注。好，那么235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将会瓦解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股价实际上在到达它之前啊，已经就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应该目前来看就是短期的多头趋势已经是建立的。对，如果能够站上235呢，将会瓦解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上行的可能。第二个目标是256，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压力位，真正上行的目标就是271，因为站上271再次出现头高，将会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下行的目标依然不变，仍然是182。目前在到达182之前，主要的支撑是在197，也就是8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这是一个突破的 K 线，那么它的最低将是一个支撑197，还有一个支撑就是8月7日这根红 K 的最低在192，所以股价在如果在这个地方比如说遇到20日均线值在次日会出现回档，那么197和192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支撑。也就是遇到这样的支撑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上。好，这是在到达182之前的2个重要点位。那182如果被跌破，将会继续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第二个目标将是177，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168。168我们会看到，如果被跌破呢，将会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好，实际上我们说股价在出现这一波反弹之后啊，如果股价跌破了182，其实已经就是瓦解了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因为现在这个底啊，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讲是前低，对，下方一直是底高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分析说明。那么我们还要关注一个点，就是股价出现下行的时候啊，现在我们会看这条趋势线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这条趋势线我们回顾一下，这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2个低点确认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。那么之前在数次股价反弹到这个位置都是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在就是6月份自6月12日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呢，是首次突破了这条趋势线，然后又回到这条趋势线下方。现在我们会看到恰巧在8月15日股价又重新站上了这条趋势线，所以股价目前如果回档呢，这条趋势线仍然是一个支撑。对，
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位置的一个补充说明。那么我们再来看，在8月1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198这个位置。那股价在8月15日是出现了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是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8月16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，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214。我们来调整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14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如果我们说在8月15日出现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含有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。那么含有上影线呢，说明上方是有一定的压力的。或者说是股价在触碰到20日均线值的时候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的。那么在8月16日我们认为股价开盘之后20日均线值会到达这个位置。如果在盘中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2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支撑，那么股价将会被推动继续上行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14下方运行，尤其是如果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那么20日均线值将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所以这个位置如果盘中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当然我们认为下方的5日均线值还有这根绿 K 的最低将会成为支撑。当然还有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在210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14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强反弹的仓位，是在8月13日收盘价208附近进场。然后我们的目标位呢是在211到213，这是我们的获利目标。我们要守的止损位是在这根绿 K 的最低197。那么在8月14日股价出现了回档，并没有跌破止损位，仍然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。好了，那么到了8月15日如果比如说在盘中在8月在211到213附近已经获利出场呢，那么这个仓位就不存在了。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现在到了8月15日收盘价是在214.14这个位置，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是可以继续加仓的，也就是10%加仓。那么这样一来，这个仓位的成本位将会由208提升到212。这是这个仓位的成本位，已经是15%的仓位。好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的获利目标呢，实际上既然已经加仓，我们就是要加仓做多了。那么只要获利随时是可以出场的，那我们会给出止损位。对于这个仓位15%的仓位止损位，我们依然给到的是197。因为我们说一下理由，通常我们加仓之后我们是要守5日均线值的。5日均线值在8月16日是在214到206到208附近，也就是在这条趋势线下方一点。对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守这个位置而守197呢？
我们会认为，如果股价遇20日均线值，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回档如果不跌破这根起涨的 K 线呢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所以说我们要守197，以避免呢股价比如说跌破了5日均线值之后呢，然后在这个地方遇支撑而继续反转向上。对，所以我们会把止损位设在197，当然这样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啊，这取决于，就是个人的所能够承担风险的一个程度。好，但是我们要给出几个位置哈，一个是守5日均线值，守206，或者守这根绿 K 的最低205，我们说的是止损位。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我们可以守197，继续守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当然，例如如果在这个位置进场，然后在8月15日盘中211、213已经出场呢，那么在目前8月15日这个收盘价214这个位置，可以重新5%进场，抢反弹。那如果在这个地方5%进场抢反弹呢，我们认为守停损、守止损应该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也就是守205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操作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从216一直到234，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尤其是216前高，还有20日均线值这个位置。所以在8月16日开盘在8月16日开盘的走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然后还有一个关键位置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223到228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域也是空头重要防守的位置。也就是股价如果突破20日均线值继续反弹，到这个位置仍然会遇到阻力。好，那这是空头要守的3个位置。好。那么空头目前的目标呢是192，也就是8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还有下方的182，这是目前空头的目标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8月1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前高是从214到216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23到228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32到235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在210附近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06到208。第三个支撑是200关口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第四个支撑是197，第五个支撑是19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4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17。收盘会收在215附近，也就是会出现一个休息的 K 线。但是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222，
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20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继续反弹的这两个收盘价的点位，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21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。那我们刚刚说，我们给出这个回档的预测呢，是基于20均线值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压力位。那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14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07，然后呢，收盘价会收在209附近。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